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7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谈国际上面几个重要的国家，也就是英联邦，实际上就是五眼联盟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对中国现在采取的各种外交行动。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呢是美国国务院9月16号宣布，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国务院次卿叫克拉奇，他将在9月19号到访台湾，参观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仪式。克拉奇访台，他的这个身份是创下了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呢美国在任官员里面的最高级别。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美国现在已经不考虑你中共什么感受，因为美国现在要加强跟台湾的关系，可以讲要恢复到当年二战之后中华民国跟美国的那种热恋关系。所以说这个关系要找回当年的那种热恋的感觉呢，那就绝对不仅仅是克拉奇访问台湾这么一件事。大家可以看到，上个月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这已经拉开了美国官方，也就是美国在任官员访问台湾跟台湾之间加强经贸和友谊以及各种合作的一个开端。然后这个热恋的程度就不断的在增加。就在星期三，就是9月16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叫凯利·克拉夫特，他专门邀请台湾住在纽约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叫李光章，然后呢跟他一起共进午餐。他称跟李光章的会晤是历史性的会晤，也就是说美国的联合国大使刚刚会见了台湾驻纽约的官员，紧接着呢国务院的次卿就是副国务卿克拉奇呢就开始访问了台湾。克拉奇目前已经到达了台湾。按照台湾预定的安排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呢将会设宴款待呢整个克拉奇他们访问团的成员，而克拉奇整个代表团成员呢会在9月19号出席前总统李登辉的一个告别的追思仪式。这个仪式呢不光美国来参加，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同样会率领日本的代表团来参加李登辉的这个追思仪式。也就是说，克拉奇这次是以去参加李登辉追思仪式为名访问的台湾。美国的国务院已经宣布了，就是在后天的李前总统的追思会，他们派出非常高层的国务院的次卿来台湾参加这一场追思会。那大家也晓得，国务院的这个次卿是非常高的层级。那我们政府表达高度的欢迎之意。也因为派出如此高层级的官员来台湾参加李登辉总统的这个追思会的活动也象征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那有关于8月31号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所宣布的这个台美经济对话这件事情，因为涉及的层面是相当的广泛。那我们台美双方还在就各层面都还在讨论当中。这一次次卿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相关的政府官员也会跟他就这些相关的台美经济方面的这些议题来进行讨论，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些对话做好所有必要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好，谢谢大家。一直到出发前10个小时，美方才宣布，谢谢大家，谢谢内政部，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认为他对台美关系的进展是感到悲观，他不认为台美在自由贸易领域会有进展。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会谈到 BTA 吗 ？BTA 会谈吗？谢谢。抱歉，从这边走。大家经济对话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本来呢是说过呢，克拉奇在星期5呢会主持一个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的，那么最终呢这个被取消了。被取消呢，台湾的媒体呢都猜测是因为台湾呢高调宣传呢惹怒了美国，然后被取消。
这个呢，确确实实，台湾呢在把控跟美国的这个宣传基调上面一定要考虑。现在美台关系呢，美国是做了不说，也就是美国要求做，先做，做完了以后大家再谈。因为外交合作有几种方式，一种叫做了不说，一种是说了不做，还有一种是做了再说。那么美国过去一直是采取做了不说，大家呢先做，先进行，把我们这个实际工作做下去以后，然后呢尽量不去说，因为呢不要因为节外生枝呢，影响呢中共施加压力以后，导致美台关系呢它推进呢不能像原计划一样行动。那种说了不做就肯定是说给中共听听的了，因为美国也好，台湾也好，都会出台一些方案，这些方案呢都是故意呢迷糊中共，说给中共听听。那么说了呢不一定做。那么最重要的是做了再说。那么我觉得美国现在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做了再说，就是美国和台湾已经完全商定好了，美国要怎么去做，等做完了以后再告诉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共呢，它只可能是被动，因为中共呢，它动不动就说突破它的底线啦，它的底线已经突破无数次了，全世界都在突破它的底线，它动不动说美国违反了什么3个联合公报了，你中英联合香港声明，你不讲是过期的历史文件吗？那美国跟你签订的所谓3个历史公报也是历史文件啊，美国也可以宣布它早就作废了。所以说，美国现在跟台湾的关系，实际上就直接奠定了未来中华民国能不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现在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从经贸关系走到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因为美国现在对台湾出售的武器非常多，然后从经贸到军事，最终就有可能上升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美国一旦跟台湾恢复外交关系，肯定是只能跟中华民国恢复外交关系，因为你蔡英文现在就任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台湾对外面对整个国际上面是以中华民国作为国体，然后跟世界各国打交道的。那么中华民国一旦被美国认定跟中华民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话，就完全有可能把中华民国重新迎回联合国。那么中华民国回到联合国以后，中共怎么办？中共它是否可以继续待在联合国，那就看中美之间是否外交关系断交。因为美国一旦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关系以后，你中共就变成了你跟美国是断交还是不断交？不断交不好，他没面子，他至少跟他那14亿草民没办法交代，就变成了现在台湾已经跟美国是外交关系了，我们跟美国也继续保留外交关系，这样就变相的承认中国有2个政府，一个是中华民国政府，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老百姓拥护中华民国政府的话，你让共产党他还怎么去渔民，怎么去统治中国大陆的草民呢？所以他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中共100%会选择就是跟美国断交了。那么美国是完全做好了你中共准备断交的准备，一旦断交就断交啊！一旦断交以后，中美之间就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也没有任何过去可以侥幸期待的各种瓜葛了。这时候美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击，包括军事打击都可能产生。这种打击一旦产生以后，你觉得共产党还能持续几天吗？共产党他知道他没这个能力跟美军交战，他现在去展示的那些都是给草民看的，告诉草民我天朝这么强大，你天朝根本就没有能力拉出来溜一溜的。天朝的将军、天朝的官兵，除了喝茅台，除了嫖文工团，咱们士兵们就会叠个被子走个正步，他们有什么打仗的能力？所以美军跟共军真正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军和共军打起来以后，共军可以讲叫溃不成军。那时候美军不需要派大量的什么美军部队空投到中国大地，然后用传统的方式去占领什么北京城，跟你这个解放军去1对1去拼杀，美国根本不会，几台无人机就可以解决了。中共的高级官员一旦被美国的无人机斩首以后，所有的官员立马投降。你看他们投降的速度比谁都快，带路的人轮不到你我，中央政治局委员个个要带路。所以你到那时候看，中共那个大厦倒的时候，比谁倒的都快。所以这就是未来的这个现状，也就是美国现在扶持台湾，完全有可能从经贸关系上升到军事辅助，最终什么？最终就是建立两国的邦交关系，恢复跟台湾的邦交关系。一旦恢复以后，台湾回到联合国，恢复它联合国五常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美国本身就非常讨厌中共现在操纵到联合国，用联合国的各种决议去对抗美国嘛。美国只要恢复了中华民国，进入了联合国以后，马上这个里面的比例就变了嘛。因为俄罗斯对美国现在不完全反对嘛，这样五常基本上都是拥护美国了嘛。中华民国在这儿肯定是拥护美国的嘛。那么中共你愿意继续待在联合国，可能你中共还有一个席位，你跟美国一旦断交，就立马会把你驱逐，也就是迎接中华民国回联合国之后，中共100%就被驱逐了。这就是美国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外交态势。那不光是美国，英联邦国家，也就是整个五眼联盟，
通通是对中共万箭齐发。英国首相约翰逊他就这2天发表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里面就明确谈到了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是完全违背了中英联合香港声明的，英国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那么同时他派出了外交大臣叫拉布，拉布在9月16号就到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跟副总统彭斯、跟国务卿蓬佩奥，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都进行了会面。他们会面里面最重要谈的议题就是香港问题，也就是美英怎么联手去对中共制裁，怎么控制香港的局面，不让中共通过这个国安法以后，然后破坏中英香港声明，让香港人民失去了他们自己的人权和自由。这就是英美2国现在已经开始联手，也就是英美一旦合作，香港就有救了。同时呢，拉布这次访问呢，也再次谈到了关于中国新疆的人权被中共打击的问题，也就是拉布也要跟美国合作，防止中共呢在新疆继续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民。那么英美一合作，基本上就决定了5眼联盟其他国家都会跟进，而且形成了对中共这个打击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压力。你看澳大利亚就这样，澳大利亚跟进的是很快的。根据澳广的报道，澳大利亚警方搜查了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的一个领事，叫孙延涛。这个孙延涛呢是领事馆的一个外交官，他是有外交豁免权的。你有外交豁免权，但是你从事的不是外交官的活动，你是间谍活动的话，那么人家澳大利亚警方是有权驱逐你的。虽然不能把你抓进了坐牢，但是调查孙延涛不光是孙延涛，还调查他跟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的一个顾问。这个人呢是前中国政府的一个官员，叫张智霖，要调查这个孙延涛跟张智霖的关系。那么张智霖是个什么人呢？张智霖是中共前政府的官员，派到澳大利亚以商人的名义出现以后呢，也混到了澳大利亚一个地方政府里面的顾问。这个人和大使馆的孙延涛他们密切勾结呢，要对新州的工党呢进行一种渗透，所以澳洲警方就对这2个人下达了这个搜查令。那么澳大利亚警方在搜查了张智深的邮件、社交媒体信息和他的电话记录之后，尤其是搜查他跟中共所有这些外交官各种的通信方式以后，就找到了大量的证据。今年1月份，警方呢在悉尼机场就已经搜查过这个张智深的电脑和手机，在6月份呢又对他的住所、他的公司和他在新州议会的办公室呢都进行了突击搜查。张智深现在已经涉嫌干扰外国事务罪，张智深的量刑在15年左右。也就是张智深100%会被澳洲定罪，然后最终判刑。因为张智深他只是一个商人嘛。至于那个外交官孙延涛最终就会被澳洲驱逐。也就是外交官，因为他有领事豁免权，所以说呢，他呢是不可能被判刑。至于这个商人跟中共勾结的这个前政府官员张智深呢，你是100%在澳洲呢把这15年牢做完以后就驱逐出境。所以中共现在呢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洲各个国家都派出了大量的这些渗透的红色官员，这些人对当地社会的制度进行破坏，对当地的政府进行渗透。现在呢各个国家对他们呢都进行了打击。那么澳洲呢是动作最快，澳洲动作最猛。你可以看到，对待中共的这些渗透的官员啊，印度也好，澳洲也好，打击都是非常强硬的，从来不手软。尤其是印度，他为什么下架中国所有的 APP 啊？也就是你中国任何一个社交软件，你在印度都不能用，因为你中共的东西很多是盗版嘛。而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软件，都是人家印度工程师的奉献嘛。虽然这些印度工程师可能是在美国某一个企业里面做出的奉献，但是你中共你把它盗版了以后，然后你再去抢夺印度这么大的市场，印度能不把你封杀吗？所以印度也好，澳洲也好，对中共打击的力道是非常大的。中共的外交官是因为他享有领事豁免权啊，所以说他在外面从事的间谍行为，他认为我即使是被你抓了，你也不能判我啊，你最多把我送回去，然后中共再派一个人来啊。中共就利用这个领事保护条例，然后呢就不断地派出各种外交官呢，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颠覆、进行渗透，然后扰乱别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干预这个国家的大选，然后培植他们的外国代理人。最终中共不就是达到按习近平讲，最终就是要全球一体化，最终就是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他们就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嘛。中共不就一天到晚干这个事吗？中共的外交官，你以为他在海外从事的是外交活动吗？很多人在海外要么从事是间谍活动，要么就是以权谋私，然后呢重宝私囊，然后个人腐败。在纽约有一个中国的前外交官叫钟丹，这个人呢，他从中国大陆呢带了10几个中国大陆的劳工到美国呢来做装修，为中国纽约大使馆呢做装修。那么为纽约大使馆做装修期间呢，他把这些优秀的这些装修工呢，把他安排到自己家里面，给自己家里面做私活，包括给他们家里面扫院子啦，给他们家搞卫生啦，做这些事以后就被他的邻居发现了，最终他的邻居就把他举报到当地的警察局。
这个中单从中国大陆带来的10几个装修工人呢，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房产做了抵押以后，才获得了到美国来装修的机会。虽然能拿到比国内多一点的工钱，他们的工钱是用人民币在国内发的，但是比美国的这个工资还是要低的，因为他们是日夜加班，他们一天干10几个小时啊。但是他们不敢抱怨啊，一个他们是用房子做了抵押，第二个他们所有的护照都被中单收掉了。所以中单跟这些劳工签订的协议就是，你们在美国装修期间如果逃跑了，你们的房子呢就被没收了，你们房子就归我了，而且你没有护照，你往哪跑啊？所以说这10几个装修工人就被中单像奴隶一样控制在美国，既帮大使馆做装修，又帮他自己家里面做装修。那么最终他被他的邻居举报以后，警察局就调查了他，调查完了以后才知道中单是长期盘剥这些劳工，对这些劳工的血汗进行无尽的压榨。那么到了这时候，这些劳工就面临着什么？如果你们愿意出庭指证中单，那么最终美国政府会保护你们；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毫无疑问来讲，最多是把护照还给你，你回到中国。但是你被中单扣押的那套房子，中国政府能不能交给你，那不好说的。所以这些劳工最终全部选择了到庭上指证中单作为一个中国前外交官对他们剥削的各种行径。所以说最终法庭要给中单定罪，他的定罪大约是20年。而这些指控他这些劳工呢，美国为了保护他们，这些劳工美国全部给了他们身份，让他们在美国得到合法的保护。那么同时呢，中单因为扣押了他们国内的房产，他们国内房产不是有可能有损失吗？现在中单在美国呢有几千万美元的这个房产，这些房产已经被法庭扣押了。法庭已经表示，如果是这些劳工他们在国内的房产被中国政府扣押的不还，那么按照他们的价值，美国政府会从中单被扣押的这个资产里面，把这个资产里面来抵给中国的这些劳工，也就是劳工们不会让你们个人受损失。至于中单，他至少要判20年。而你想，中单是个什么人，有那么大的能耐啊？中单其实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英语是一个字都不懂，连支票都不会填写。那么他怎么能成为一个外交官呢？英语都不懂，一个高中生怎么就当了外交官呢？那是因为什么？他是皇亲国戚，跟皇亲国戚有关系。他的舅舅呢，跟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美国做大使的时候，那时候就由他舅舅推荐以后，然后李肇星安排了这个中单，然后把他吸收进大使馆。懂不懂英语不重要，只要跟党国权贵能攀上，那你就有机会啊。所以说中单他就是这样进入了外交部，担任了中国的外交官。然后呢，同时呢，李肇星认为你也没什么文化，你就组织一帮人搞装修，把美国的纽约的总领事馆啊、中国大使馆你做装修就行了。中单几10年就干这个活。在这个过程中呢，宇谦摩斯呢自己在海外，在纽约长岛呢已经搞了几千万的房产。那么这一次呢，因为邻居举报，所以说中单呢就面临着美国对他的定罪呢是20年徒刑。这是中单的案子。再跟大家介绍一个被美国司法部刚刚公布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有一个女的叫杨洋，她今年只有34岁，是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人干什么呢？这个人本事大得很的，他涉嫌将美国军用的海上突击艇和发动机呢走私到中国。他目前已经被抓捕，面临的定罪呢最起码是15年的有期徒刑。这个女的呢是被上海的一个叫微风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叫葛松涛呢把她发展的。这个葛松涛就把这个杨洋呢发展成自己的雇员。这个杨洋呢，她的老公呢也是一个华人，这个华人呢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然后在美国呢，最终在美国呢已经入伍，在美国呢是一个海军中尉。这个上海微风科技有限公司这个董事长呢叫葛松涛呢，他呢雇佣这个杨洋以后，他每个月呢给杨洋呢寄5000美元，就算是他的工资。那么3年多下来呢，给这个杨洋呢，他一共汇过20多万。那么中共然后就派人呢去指导这个杨洋，告诉他怎么做。在美国呢去订购了7艘军用的橡胶的突击艇和多燃料的军用发动机。那么这些设备采购以后，你往哪运呢？你往中国大陆运，显然要引起美国的发现啊。所以呢，杨洋呢就谎称这是香港的一个公司呢，需要这些物品，要把它寄到香港去。那么最终呢，他就开始呢这方面的采购，因为这个采购全部涉及到美国军方的产品和军用的那种混合的发动机，就引起了美国 FBI 的注意。那么最终呢，通过杨洋的一个共犯叫郑燕，这个郑燕只有28岁，他呢被抓捕以后呢，已经认罪了。那么根据这个郑燕的认罪，杨洋被抓捕，杨洋的丈夫叫范阳。这个范阳呢是美军的一个海军中尉，他是出生于中国大陆的一个美国公民，他受过美国海军飞行员的训练，通过了美国海军军官最高机密的安全检查。那么在这个杨洋向美国的制造商购买这些军用艇和这些军用发动机的时候呢，这个范阳呢都向他的妻子呢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那么同时呢，这个上海威风科技的董事长叫葛松涛呢，他到美国来访问，然后这个范杨、杨洋都接待葛松涛时候，还违规的呢向他提供了手枪。所以说这个杨洋现在的这个案子呢，目前来讲，这个杨洋面临的定罪达到15年，她的丈夫范杨和上海威风科技有限公司这个董事长葛松涛的案子呢，在明年会开庭，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同案郑燕已经认罪了嘛。所以这些案件被美国的起获呢，都让美国感觉到中共现在不断的派人呢来接触美国的军方，盗窃美国的军用产品，而且中共呢把一部分军人呢把他呢隐瞒身份以后，现在也派驻到美国，到美国来学习美国的科技，实际上就是来盗窃美国的科技产品。这个唐娟不就是最典型的吗？中共已经有好几个军人，目前来讲被美国公布的抓捕的就已经有6个是军人身份隐瞒身份以后到美国来学习的，这6个人已经分别被抓捕，唐娟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么唐娟现在不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 C 先生用自己的房产对他进行了一个保释一个担保吗？我不知道唐娟现在在担保期间能不能看到我这个节目。唐娟，如果你真的能看到我这个节目，你要好好考虑，你这次被保释很有可能是被中共灭口啊！中共凭什么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把你担保出来啊？你住在美国的法庭受不了太多的罪，至少你的生命无虞。你现在被这个素不相识的 C 先生把你保释出来，很有可能是中共会对你下毒手的。因为唐娟这个人显然他和一般的其他的军人不一样，他肯定比别人重要的多。他如果没有这样的重要性，就绝不会在 FBI 找过他以后，他跑到旧金山总领事馆，旧金山总领事馆就敢收留他，把他藏在大使馆里面。这种现象是很少发生的。而唐娟被抓捕以后，被美国抓捕以后，在他这个起诉阶段，马上就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保释他。凭什么保释你唐娟，不保释其他人呢？那个宋琛为什么不保释呢？那个什么赵凯凯为什么不保释呢？就是其他那些具有军人身份的，然后隐瞒美国签证欺诈的，现在同样被美国 FBI 抓捕的有6个人啊，怎么其他没有1个人会得到别人素不相识的人来保释呢？为什么叫保释你唐娟呢？说明唐娟的重要性，而这个重要性就说明唐娟掌握的党国一定的机密，而党国认为唐娟现在的存在已经让党国机密有可能保不住，所以把唐娟把她保释出来，很有可能对唐娟进行毒手啊，把她毒死害死的可能性完全都有。一旦唐娟死了，西先生也没有损失的，他的这个房产照样保留啊，唐娟没有逃跑啊，他是死掉了。他至于怎么死的话，找什么理由都可以说他死啊，是他自己自杀的可能啊。因此来讲，现在中共派人去保释唐娟，把唐娟在保释期间对他进行灭口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就像孟晚舟一样啊。孟晚舟随着他自己被美国引渡的时间不断的缩短，那么最终在孟晚舟踏上美国土地之前，很可能被中共灭口掉。那么唐娟，我认为被灭口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说，唐娟，如果你真的现在被保释在家，你能看到我这期节目，你就要高度警惕，你就要向法庭申请，你赶紧回到联邦监狱里面去。虽然那个监狱失去自由，但是你的生命无虞，美国政府是会合理合法的保障你的权利，同时在监狱里面也不会虐待你，至少是你自己可以保证你生命无忧。你现在被这个莫名其妙的人保释出来，很可能是中共的一个新的阴谋，你能不能活的，这很难说。这是我认为唐娟就完全有这个可能嘛，因为中共现在很多在海外的间谍或者在海外安排的一些眼线都露馅了嘛。那么中共对这些露馅的间谍，他们过去一贯的传统就是杀啊，就是灭口啊，所以说唐娟被灭口的可能性很大。美国是下决心要抓捕你们的，不管你们这些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大陆。昨天美国司法部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公布了对5名中国人和2名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起诉及逮捕令。5个中国人呢都属于中国相关的一个黑客组织，叫 IPT41，其中有1个人呢跟中共国安部呢有关联。First and foremost is that we have unsealed 3 indictments that collectively charge 5 Chinese nationals with computer hacking and charge 2 Malaysian nationals for helping some of those hackers target victims and sell the fruits of their hacking. First, as the core of APT41's computer hacking, the Chinese defendants targeted well over 100 victims worldwide in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and sectors that are, sadly, part of the standard target list for Chinese hackers. Second, and as an additional method of making money,
several of the Chinese defendants compromised the networks of video game companies worldwide. That's a billion-dollar industry, and defrauded them of in-game resources. 2 of the Chinese defendants stand accused with 2 Malaysian defendants of selling those resources on the black market through their illicit website. 那2名马来西亚的被告呢，已经逮捕了。那么中国的这5名被告呢，他们目前来讲仍然在中国，处于呢美国呢全球通缉中。被通缉的5个中国人呢，美国已经查明他们全部是中国公民，持有中国国籍。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是蒋立志、钱川、富强、张浩然、谭代林。这5个人呢是被指控攻击美国和外国100多家受害公司。这100多家公司包括各种软件公司、计算机制造商、电信提供商、社交媒体公司、视频游戏公司、非营利组织、大学和各种智库。所以美国司法部现在起诉中国的这个黑客组织里面的这5个成员，实际上就标明了美国已经完全掌握中共现在对美国这些黑客攻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人员的真实信息。他们现在只能是永远躲在中国大陆，你只要跨出国门一步，你都会被美国引渡抓捕。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包括基辛格都自己去跟王岐山跟习近平讲，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完全意识到40年来被中共的渗透和包围，尤其是中共最近对美国的这个大选的破坏，包括他把各种社交媒体对美国的渗透，已经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伤，所以美国都完全意识到嘛。9月15号本来是一个大日子嘛，因为这一天本来美国是把抖音完全禁掉了嘛，只不过抖音呢，它玩了点什么中国式的聪明，现在呢拒绝了微软的全盘收购，而去跟甲骨文合作。他们为什么跟甲骨文合作呢？他们知道甲骨文的公司呢是一个铁杆的川普支持者，对川普呢一向呢拿出很多资金来支持川普，因此他们选择跟甲骨文公司合作呢，他们认为川普呢会放甲骨文一马，因为甲骨文公司的老板跟川普私交很好嘛。但是现在的这个收购方案显然和川普和美国政府一开始要求的方案完全不一致，因此呢，川普呢他现在不会因为私交，他现在就敢随随便便答应甲骨文和字节跳动公司达成的这个协议。到昨天，川普总统的最新表态就是说，他对甲骨文公司收购 TikTok 的各种条款表达了不满。他说他不准备签署任何协议。虽然呢，甲骨文的老板呢是川普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呢，川普已经强调美国国家利益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现在甲骨文和字节跳动公司所签署的这个协议呢，让美国绝大部分的白宫和美国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很多人是表达强烈的不满的。国务卿蓬佩奥和参议院卢比奥第一个就提出了反对，包括被川普总统提名为后任大法官的那几个重量级的参议员斯科特、霍利、科顿，他们通通表示反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他要考虑这个收购方案是不是符合美国国家安全的要求。目前来讲，这个法案怎么看，他跟川普总统一开始所提出的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说这个方案，我觉得被美国最终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了，现在媒体的说法呢已经非常多，我们现在不能够看媒体各种分析，我们只看美国川普总统和白宫的幕僚团队最终下什么样的决心。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美国遏制中共的这个想法是不会变的。现在美国呢跟中共呢，它这个脱钩呢就是一环一环的脱。我讲过没有那么快，因为美国需要把大量的企业撤回来，同时呢大选不明朗，在大选没有确定，川普总统没有得到连任，不能够展开下一个计划之前，目前一切都是预备方案。只有等大选落定，川普总统能够继任以后，我相信所有对中共打击的计划就会按部就班，一个一个出台。那么最终中共在川普总统下一个任期被剿灭，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